这节课开始呢，我要给大家讲抛物线啊。什么叫抛物线呢？我们曾经学过椭圆，学过双曲线，它们都是两个定点。那么抛物线呢，它是一个顶点。我们看一下抛物线的定义：平面内与一个定点 F 和一条定直线 L 直线是不过这个定点 F 的。那么它距离相等的点的集合，我们就把它叫做抛物线。其中这个 F 呢，它就叫做交点，所以抛物线是有一个交点的。直线 L 呢，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它叫做准线。抛物线的数学表达式就是这样的。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有一个定点 F。它叫做交点，还有一条定直线 L， 它叫做准线。那么什么样的点的集合是抛物线呢？凡是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到直线的距离要向直线做垂线，到点的距离呢，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的这样的点有无数个这样的点的轨迹，就是抛物线你看，我再找一个点，是不是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那么它到定直线的距离在中点处，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这样的点有好多，这样的点用平滑的曲线一连，我们得到，我现在都是在它的上边找的点，对称下来，你看我是不是就画出抛物线了？那我怎么求抛物线的方程呢？我当然要间隙那么我把穿过这个定点和定直线垂直的这条直线作为 x 轴。实际人家定点的位置是随便的，定直线的位置呢也是随便的。你只要做到了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它那样的点的轨迹它就是抛物线。那么我建立直角坐标系，我是为了求出它的方程求方程，也就是我每一个点在那种坐标系的条件下它都满足。好，现在我把穿过定点垂直于定直线的这条直线作为 x 轴，把定点到定直线的这个垂线段，它的垂直平分线作为 y 轴。好了，我再说一遍，我把定点向定直线做垂线，它所在的直线作为 x 轴。定点到定直线的垂线段，这段垂线段它的垂直平分线作为 y 轴。我们规定定点到定直线的距离是p个单位，这是规定。什么叫做规定呢？就是你只要遵守，毋庸置疑的定点 F 到定直线的距离，这个垂线段的长我们规定为 p 个单位。由于是它的垂直平分线做的 y 轴，所以呢，它各占了p 个单位。那么显然这个点 F 的坐标就是p逗0，这是p 个单位。这条直线是垂直于 x 轴的，那么它就是 x 等于负的p。如此建立直角坐标系，那么抛物线我也画出来了。我现在要求抛物线的方程，怎么求呢？就是曲线上任意的一点设为 xy， 抛物线上任意的一点设为 xy， 你代表所有满足条件的，所有满足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长的这样的点的轨迹这样的点的集合，它代表所有的点。那么这对 xy 满足的方程就是
满足条件，也就是到定点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的所有的点所对应的方程，那么就是抛物线所对应的方程。这个的指的是到定直线的距离MF 指的是这个。那么现在我就可以表达 MF 撇 MF， 它就等于两点间距离公式 x 减去p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0括号的平方，这是两点间的距离。它到准线的距离呢，你看它的 x 是落在这里的，代表这段线段的长，这呢是p个单位，所以横坐标对应的实数加上p个单位它就是到这条准线的长度那个的。然后呢，我化简这个式子，左右两边平方，左边一平方根号不见了，被开放数把它展开 x 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减 px 加上p的平方就是p方加上 y 方等于我把右边也展开 x 方加上它们俩乘积的2倍再加上p的平方就是p方，左右两边都有p方，左右两边都有 x 方，它是负的，移过去变成2倍的，这个也不要了。整理完的结果呢，就是 y 方等于2px， 其中我这个 p 它是个大于0的数，它是有意义的，它表示的是定点到定直线的距离，它是 p 个单位。所以现在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顶点在坐标原点，以 x 轴为对称轴，上下一对折，它是重合的。所以焦点在 x 轴，开口朝右的抛物线就是 y 方等于2px。那么有的同学就会问老师，我只能是开口朝右吗？当然不是你这个定点和定直线位置是随意的。那我们在研究它方程的时候，我们就研究这种规矩的，在直角坐标系当中去研究它的这种规矩的方程。所以呢，我定点也可以在左边呢，定直线也可以在右边呢。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研究方程怎么办？我把经过定点垂直于定直线 L 的这条直线作为 x 轴，定点到定直线的距离依然是 p 个单位，定点到定直线的这段垂线段，它的垂直平分线我们把它叫做 y 轴，如此建立直角坐标系。那么这是坐标原点抛物线是啥样的呢？依然是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是一样大，这样的点有无数个，这样的点的集合就构成抛物线。那么由于它是 p 个单位，它的垂直平分线做 y 轴各占p 个单位。现在准线在 y 轴的右侧，准线的方程显然是 x 等于p，焦点的坐标当然就是负的p逗0。比如说这个点它是点 M， 它是抛物线上满足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的那些个点当中，无数个点当中任意的那一个，它代表所有满足条件的点。无数个满足条件的点，它是其中任意的一个。那么这对 x y 所对应的方程就是我抛物线每一个点满足的方程，就是抛物线所对应的方程。所以呢我继续来表达，它依然是 MF 等于它到直线的距离 M 撇，咱们把它叫做的。MF 的距离，两点间距离公式 x 减去负的p x 加上p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0括号的平方就是 y 方。
它等于它，你看我的横坐标是落在这里的 ，L 直线和 x 轴是交于p的。x 轴上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p减 x， 然后左边一平方，右边一平方，左边一平方根号不见了，我把倍开方数展开 ，x 方加上它们俩乘积的2倍，加上第二项的平方p方加 y 方，右边呢也把它展开p方减去 px 加上 x 的平方 ，x 方左右两边都有p方左右两边都有，把它移过去，现在是正的，移过去变成负的，于是是-2倍的，所以整理完的方程呢是 y 方等于负的2px， 记住 p 是有意义的，它是定点到定直线的距离。p 个单位，所以 p 本身是大于0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开口朝左的抛物线，它的方程朝右的是正的2px， 朝左的是 y 方等于负的2px。顶点呢，我们观察到在坐标原点 x 轴是它的对称轴。好，这是开口朝左的。老师刚才说了，你开口可以朝左朝右，定点和定直线位置可以随便你只要满足了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相等了就可以。我们建立直角坐标系研究它规矩的这种研究它的方程。那么 F 点我也可以让它在上边，这条定直线呢这是水平的，经过定点垂直于定直线的这条直线，我把它叫做 y 轴，这是直线 L。定点到定直线的这个线段的垂直平分线，我把它作为 x 轴。定点到定直线的距离依然是 p 个单位，由于它是垂直平分线，各占p 个单位，所以点 P 的坐标就是0到p。这条直线是平行于 x 轴的，所有 y 的值都等于负的p， x 随便。那么抛物线是啥呢？它是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这样的点有无数个，这样的点的轨迹，这样的点的集合就是抛物线。所以我在抛物线上任意的找一点 M， 它就做到了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是一样大的。你是无数个满足条件的那些点中任意的一个，任意的一个点，这对 x、y 的值满足的方程，就说明抛物线上所有的点都满足那个方程，那么就是抛物线所对应的方程。道理是一样的呀。它到 x 轴，它到准线的距离，我们依然是用对来表示向准线做垂线去除是 m'， 所以 MF 的距离我依然使用两点间距离公式 x 减0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p 括号的平方，它到它的距离呢？你看，这是 y 个单位纵坐标 y。落在这儿，它代表这段线段的长，再加上p 个单位就 OK。所以化简左右两边平方，根号不见了，把倍开方数展开 ，y 方加上 x 方加上 y 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再加上p 方，等于 y 方加上 py 再加上p 方。p 方就约掉了 ，y 方也约掉了，负的 py 移过去变成2倍的 py， 那么左边就剩下 x 方，右边就是2py，p 是个大于0的数。我又把焦点在 y 轴抛线的开口朝上，它的方程给大家推导了一下，那么。顶点依然在坐标原点它这一次呢是以 y 轴为对称轴，
有的同学马上就想到了，是不是焦点还可以在下边呢？可以的，啊，我们就研究啊，在直角坐标系当中，啊，焦点要么就在 y 轴上，要么就在 x 轴上，研究它的方程。好了，我已经给大家推导了3个方程，第4个呢，我们可以自己课下推导一下。现在呢，大家看这个表格，4个方程啊都在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开口，第一个就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 ，y 方等于正的 2πx，f 是焦点 ，l 是准线，焦点到准线的距离是 p 个单位，它的垂直平分线坐 y 轴各占2/p 个单位，焦点坐标准线方程，抛物线上任意的一个点啊，在抛物线上任意的找一个点，它的坐标是 x0 y0，x 的值一定都是大于0的，当然了，它要落在这儿 ，x 也可以等于0。无限延伸 y 的值是属于 r 的，特别好理解啊。这个也一样，这是开口朝左的方程是 y 方等于负的 2πx， 焦点坐标也随之改变了，准线方程呢也有一点变化。在抛物线上随便的找一点，横坐标一定是小于等于0的 ，y 是任意的实数。开口朝上的，开口朝下的，我就不逐一的去说了，大家都能理解。好，这个就是什么叫做抛物线，抛物线的方程有几种情形，我都给大家说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消化一下这个知识点，做2道小题，大家看一看。回想一下，我在讲圆锥曲线这部分的时候，我是不是经常说解题思想？什么解题思想？3大事项。第一，回归定义，没有任何一个模块的啊，就是有我们像我们这个圆锥曲线一样回归定义，它经常要用到。第2个事儿不就使用伟大定理用来求线长？第3个，抓住几何特征，用式子表达出来，时刻记住3大解题事项。那么这道题我们观察一下啊，画画图，看看题中说的是什么。他说有一个点 P， 有一个点 F， 有一个点 P， 我当然要建立直角坐标系，先把2个已知点表达出来。点 F 的坐标是0到2，它落在 y 轴上。点 P 的坐标是0到-2，它落在 y 轴的负半轴。经过点 P， 并且和 y 轴垂直，你看，和 y 轴垂直就意味着和 x 轴平行，这条直线叫 L1。L2 有一条直线是 L2， 它垂直 x 轴，在哪儿没说呀？那我们就随便画一条垂直于 x 轴的直线吧，这条直线就叫做 L2。它与 L1 的交点是 N， 好，题中说什么我就表达什么。又出现一条直线叫 L 直线，它垂直平分了 Fn， 好吧，这是 L1 直线平行于 x 轴，这是 L2 直线垂直于 x 轴，我把 Fn 连上，有一条直线呢垂直平分 Fn， 也就是我要做 Fn 这条线的垂直平分线。它的垂直平分线，好，结合特征出来了。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中的点到线段的两端距离是相等的，所以呢，他说做它的垂直平分线交 L2， 这是 L2 与点 M， 交 L2 与点 M， 求点 M 的轨迹方程。那么 M 点是不确定的，因为我 L2 这条直线不确定，我可以画在这里呀，我也可以画在这里呀。无论你画在哪里，你都做到了。你看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线段两端距离是相等的。
即便 L2 直线在这儿，那么它也做到了到线段的，那这个就是 N 了。这个是 F， 这个是 N， 做它的垂直平分线，那么它依然做到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线段的两端距离是相等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它到线段的两端距离相等 ，MN 是等于 MF 的。MN 是什么呀？是点 M 到 L1 直线的距离。MF 是它到定点的距离。你看到定直线的距离，我这条直线就是 y 等于-2啊。它到定直线的距离和到定点的距离相等，完全符合抛物线的定义。所以呢，它的点的轨迹就是抛物线。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长，它就是抛物线。那么抛物线开口是朝哪儿的呢？显然它是开口朝上的抛物线，因为定点就是焦点，定直线就是准线。开口朝上的抛物线，它所对应的方程是 x 方等于2py 的样子。其中 p 是大于0，那 p 的值在哪里呢？定点到坐标原点之间的距离是2/p个单位，2/p 它是等于2的 ，p 是等于4的，2p 它是等于8的，所以我要求的方程是 x 方等于8y， 这个就是我要求的抛物线的方程，符合定义。所以呢，它就叫做回归定义。好，这是第一个题。我们再做一道题。下一个题，已知抛物线西同时满足3个条件。顶点在坐标原点，我们研究的4个方程的抛物线它都是顶点在坐标原点的，开口朝上朝下，朝左朝右，顶点都是坐标原点。开口朝左朝右的，它是以 x 轴为对称轴 ，y 轴呢不是它的对称轴。抛物线只有一条对称轴，它和双曲线和椭圆是不一样的。双曲线和椭圆呢，它们坐标轴都是它们的对称轴，而且它们还中心对称，坐标原点还是它们的对称中心，而抛物线不是。它的对称轴是坐标轴，没说 x 轴、y 轴。第3个，他说抛物线西的焦点在圆上。那大家都知道，你焦点一定是在坐标轴上，焦点还在圆上，那么我就得分2种情况，因为我不知道你焦点是在 x 轴还是在 y 轴，所以括号1，当焦点在 x 轴上的时候，当焦点在 x 轴上的时候，焦点在 x 轴上的点纵坐标是0，焦点还在圆上所以呢，我要想求焦点，我就令 y 等于0，带到这里来 x 减2的平方就等于9。所以 x 减2呢，要么它就等于3，或者 x 减2它就等于-3，所以 x 就等于5，或者 x 是等于-1的。那么很显然 x 等于5逗0，它是焦点 F， 那它一定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x 等于-1的时候呢，焦点的坐标是-1逗0，所以它一定是开口朝左的抛物线。开口朝右的抛物线，
它的标准方程是 y 方等于 2px。p 是等于5的，2p 是10，所以 y 方就等于10x。开口朝左的呢是 y 方等于负的 2px。这是2/p个单位，2/p是5，p 就是10，2p 则是20这是2/p个单位，2/p等于1，p 就等于2，2p 就等于4，所以呢 y 方是等于负4x的。这是焦点在 x 轴的。如果焦点在 y 轴呢，我们就在这儿来讨论，当焦点在 y 轴的时候，当焦点在 y 轴时 ，y 轴上的点横坐标是0，焦点还在圆上，所以呢，我当然就令圆的x 等于0，0减负2，0加2，0减负2的平方，负2的平方是4，移到右边 y 方就等于5，所以 y 呢也能够求出两个值 ，y 是等于正5，或者是 y 等于负正的根号5，或者是负的根号5。显然呢，它是开口朝上的抛物线，或者是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如果是开口朝上的抛物线呢，它焦点的坐标，这个是0度根号5。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呢，它焦点的坐标，这是0度负的根号5。开口朝上的抛物线，它的方程是 x 方等于 2py。所以呢，2/p是根号5，p 是2倍的根号5，2p 呢它是4倍的根号5，x 方等于4倍的根号5y。同样道理下边的这个就是 x 方等于负的4倍的根号5y。这是开口朝上朝下。朝左朝右朝上朝下，我求出来4个方程，根据定义来求得的。好，总结一下，这节课呢，我们学了什么叫抛物线，就是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那样的点的轨迹就是抛物线。抛物线的顶点一定是在坐标原点的。方程有4种形式，开口朝左右的是 y 方等于，朝右就是正的 2px， 朝左就是负的 2px。开口也可以朝上朝下它是 x 方等于，朝上是 x 方等于正的 2px， 开口朝下就是 x 方等于负的 2px，p 永远是正的。p 是表示定点到定直线的垂线段的长度的，所以呢，定点到垂线段，定点到准线的垂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作为 y 轴。或者作为 x 轴，所以它是各占2/p个单位。好，这节课呢，我们就讲这么多，下节课继续给大家做题。